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今年多大了？光想着100多岁了，具体多少岁了我也忘了，想不着了。您今年111岁了，怎么又忘了呢？生于1910年，今年已经111岁的于谢氏，坐在床上整理着衣服，语速平缓，语调沉稳地说着自己的日常。他的大儿子，今年73岁的于恒善，则坐在旁边陪着母亲聊着家常。100岁母亲和步入古稀之年的儿子，一问一答，画面温馨又幸福。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，显得宁静又安然。100岁奶奶的儿子于恒善介绍，母亲生活起居比较有规律，现在日常生活日日3餐都由他们照顾着。平时在饮食方面，主要就是以粗粮素食为主，多少也吃点鸡肉。早饭在8点左右吃，主要以小米稀饭、疙瘩汤为主。午饭2、3点钟吃，能吃5、6个饺子。午饭在6点钟左右，一般是喝1包牛奶就行了。儿娘胃口不大好，离心的时候，也就是胃反酸的时候，就喜欢吃花生，一吃上就好了。以前牙齿好的时候，她只生吃花生，现在没有牙了，我们就用蒜臼子给掺碎了，放在那里，她想吃的时候就用勺子吃点。于恒善说，母亲吃花生很多年了，已经养成习惯了。每次虽然吃的不多，但是1个月也能够吃上3、4斤。妈妈的身体一直比较好，平时也很少去医院。到了100岁时，她还能够自己做饭呢。如今除了不能做饭外，其他的事情仍然自理。所以他们一直认为母亲长寿的秘诀，可能是与她爱吃花生有关。适量的吃花生，好处多多。花生又有长寿果的美誉，相比起其他的坚果，它不仅价格实惠，含有的植物蛋白、烟酸、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等的含量还很高。美国心脏协会旗下的期刊《中风》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，每天吃4到5颗花生与中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相关。研究人员对74793名受试者进行了统计分析，并进行了长达15年的随访调查。结果发现，对比平常花生摄入量为0的人，平均每天吃4到5颗花生的受试者，被中风、心血管疾病盯上的风险更小。具体来看，相比较不吃花生的受试者，每天吃4到5颗花生的受试者，缺血性中风风险降低了 20%， 中风风险降低了 16%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13%。这可能是因为花生中含有一种像不饱和脂肪酸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E 等都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的物质。这些物质对于控制血糖、降低血压、改善血脂以及抑制炎症都很好，就是能提高认知能力。临床营养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吃花生对于年轻人的认知功能和压力反应都有好处。研究人员分析，食用花生之所以有益于年轻人的认知功能等，主要与短链脂肪酸水平升高以及多酚类化合物的摄入等有关。多酚类化合物能够增强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表达，短链脂肪酸对于抑郁等的精神疾病的预防功效不错。3. 健脾养胃。生花生中富含蛋白质和脂肪，能够中和胃酸，对于缓解胃酸、腹痛等有一定的功效。但是要注意，大量吃花生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，因此是要控制食用量的。4. 可以调节血脂。花生中含有的胆碱、不饱和脂肪酸、磷酸等，是能够帮助乳化胆固醇，保护人体血管的健康。对于花生，有些人还是有个顾虑的，脂肪含量非常高，担心吃了会发胖，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、血脂。不过最新的一项研究则为大家解决了这一个担心。近日，国际的营养领域权威期刊《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》发表了一项研究称，
花生替代等能量的精致谷物制品，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，显著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。所谓代谢综合症，是指人体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，比如腹型肥胖、血糖偏高、血压偏高、甘油三酯偏高、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等。它们是导致2型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的危险因素，同时也是逆转和二次发展为这类疾病的重要窗口。2. 花生代替主食可以辅助逆转代谢综合症。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招募了224名具有代谢综合症或者是高风险的志愿者，志愿者被随机分配到花生干预组，共113人或对照组共111人。在12周的干预过程中，志愿者每日在午餐和晚餐前1小时，分别食用1小袋28克的轻盐烤花生，其他的饮食不变。最后结果发现，花生干预组的体重有降低趋势，而且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是对照组的 2.33 倍。2. 花生代替部分红肉，稳定血糖。另外还有研究发现，如果在饮食中用1份花生来代替部分的红肉，患糖尿病的风险能够降低 21%。这是因为花生能减缓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特别是早上吃一些花生，既能够提升饱腹感，又能够防止升糖过快。3. 减缓甘油三酯水平升高。一项美国营养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显示，总的饮食一样的情况下，食用花生的人比没有食用花生的人，其饭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降低了 32%。可见一定量的花生是有助于阻止甘油三酯快速升高，从而有利于血管正常扩张，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。所以对于代谢综合症或者是已经形成相关疾病的人群，日常可以用花生来代替部分主食和红肉，但是量要控制在20克以内，且不要吃炸的、糖制的。三种吃法利血管、减重、稳三高。第一种吃法就是煮花生。煮开的花生不但非常的容易被身体消化和吸收，花生的红衣服还能够抑制游离脂肪酸在人体内溶解，并能够推动血红细胞再造，进而可提升毛细血管的收拢作用，合理的预防血小板低和肾促性的病症。除此之外，清煮花生还保持了花生中原有的植物固醇、桑树苷和白藜芦醇等的绿色植物活性成分。这种化学物质能够合理的防止缺乏营养、糖尿病患者及心脑血管疾病。2. 醋泡花生。醋本身就是一种能够降血压、降血脂的调料，在所有的调料中，它的保健效果是最好的。在醋的浸泡下，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保留开率非常高，同时可以软化血管，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的作用。3. 吃花生芽。花生芽是指人工发芽的，而不是花生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储存方式不当、受潮所产生的花生芽，这是不能吃的。花生芽中的脂肪含量比原本的低，但它的维生素含量增加了，其中有种叫做白藜芦醇的物质含量非常的高。适当的吃点花生芽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预防多种的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。花生在发芽后，大部分蛋白质被降解为更容易吸收的氨基酸，脂肪因为被消耗而含量降低，维生素含量却大大的提高了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花生中的白藜芦醇比花生本身可以高出100倍，比葡萄酒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。白藜芦醇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预防都是有好处的，尤其是对于激素依赖性的肿瘤，它是有明显的预防作用。花生虽好，但是我们要讲究这个量，一定要控制在20克以内。痛风患者以及切除胆囊的患者，还有对花生过敏的人群都要禁食花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
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